各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啊！昨天我把车呢就停在了这里啊，是一个社区的门口，还有监控。对面呢就是卧龙岗的景区了，然后这边呢是景区的停车场，它是收费的啊，就一路之隔啊，我没有停进去了。OK， 能省就省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花的钱。然后呢，从这边走几步呢，就有很多吃的啊。现在我们就去吃个早餐。当地人可能最喜欢吃的还是这个东西啊，吃的还挺多的。我也就吃这个吧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牛肉饼。牛肉饼啊？牛肉的，对。哦，那我要一个牛肉饼。你在这里吃？对对对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小油条。小油条。小油条，对。哦，我要一个尝尝嘛。要一个尝尝。这是咸鸭蛋吗？对，是的。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胡辣汤啊？牛肉胡辣汤。哦，牛肉的 ，OK， 那我要一碗牛肉的吧。昨天喝的是羊肉的。好，应该够了吧？我的早餐啊，牛肉胡辣汤、小油条、牛肉饼，我还以为小油条就一个呢啊，给我这一小堆哈，挺值的，才10块钱啊，还错。昨天的是羊肉的，今天的是牛肉的。是这个小油条，有点发甜，面有点小甜。咸菜是免费的。尝尝牛肉饼。牛舌饼。现在呢，我就在南阳的卧龙岗了啊。看到这个呢，我就想起在襄阳的这个古隆中啊，这两个地方争斗了几十年啊，到底谁才是正宗的诸葛亮躬耕之处啊？大家如果感兴趣呢，我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讲讲啊，这个两个城市之间争斗的趣事啊。9点钟才开门，现在是8点50啊，还有10分钟。进来了，景区对这个神器还是挺友好的啊。这里呢就是南阳市的卧龙岗景区。这个地方呢地势不高啊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和襄阳的古隆中的对比，襄阳古隆中呢更像是一座山了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是比较平坦一点啊，更像港啊，更像港。单独从港方面来说呢，它叫港更合适啊，比这个古隆中那边要更合适。往前走吧啊，这边基本上都是人工造的景了。走了好半天，走到这里立了一个碑，汉武侯躬耕处。武侯就是诸葛亮死后的一个称呼了。就这么立一个碑，也没有什么可考证的地方啊。旁边就是一片田地了那么武侯祠还是在往前走啊，这还不是武侯祠所在地。景区作为一个大的公园来说还是合格的，还是花了不少钱的。这水质也非常好，建得也很漂亮，很干净。
但是当年还是没有干过襄阳啊，它这个地方还只是4A， 那么襄阳的古隆中呢是5A， 武侯祠还得往前走。其实到这个地方来呢，重点就是看这个武侯祠了，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公园散散步而已。这里就是过去的老门了，卧龙岗的老门，其实从这里进来是最近的啊，直接就可以看到牌坊啊、武侯祠啊。这个广场是八卦广场，因为诸葛亮是精通八卦嘛。这边有一牌坊啊，千古人龙啊。那么诸葛亮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名的 IP 啊，所以全国上下只要跟诸葛亮扯得上关系的地方，基本上都会有武侯祠。那么光成都一个地的武侯祠，因为挨着锦里很近，它每年的这个旅游收入也相当可观，所以增 IP 的本质还是为了增经济、拼经济啊。再往里走，继续还是牌坊啊，汉昭烈皇帝三顾处，那就指的是刘备了。三顾茅庐的地方啊。这里是诸葛井啊，传说中诸葛亮喝水的地方啊，就是取水的地方啊。再往前走就是武侯祠的这个祠门啊。从祠门进来啊，这是第3个牌坊啊，第3个了。有明显的修复痕迹了啊。两边是好多碑刻啊，因为诸葛亮很有名的 IP 嘛，他从古至今都有很多的粉丝啊，就是迷弟啊、迷弟迷妹们啊，所以后代对他的这种歌颂也很多。再往前就是最重要的殿啊，大拜殿啊，跟昨天那个关帝庙的那个大拜殿是一样的啊。不过他供奉的人不一样啊，这里供奉的是诸葛亮啊。两边还有各种的古树啊，古树，柏树为主侧柏啊。像这一棵树是有1200年了啊，这棵也是1200年了。往前推算的话，应该是在唐代的时期，说明那个时候唐代时期应该这个地方算是鼎盛了，所以这个树也留下来了。大拜殿就这个样子啊，规模不是很大啊，但是楹联特别多，其中有2副楹联最为有名啊，去看一看。那么这个最有名的一副联啊，对联是在这里啊，心在朝廷原无论，先主后主，名高天下，何必辨襄阳南阳啊。那么这个联是谁写的？当时的太守顾嘉恒啊，这个人做了5任的南阳的太守。他本人呢，并不是南阳人，他是湖北宜昌那边的人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当时这个襄阳和南阳之争，就是说到底哪个是躬耕处啊，一直争到了朝廷。那么朝廷把这个事情呢，交给了当时的南阳太守，就是顾嘉恒。那么顾嘉恒就说了这么一句很有名的一个对联啊，只要是为朝廷做事就没有必要去争论到底是南阳还是襄阳啊。后来呢，胡耀邦同志也写了根据这个对联又仿题了一首啊，叫做心在人民原无论，大事小事利归天下，何必争，多得少得啊。意思是差不多的啊，差不多的。那么习近平同志呢，在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时候呢，曾经引用了这个对联啊，我们看到上面对这个事有一个记载啊。这里是一个碑刻，《出师表》的碑刻啊，不过这个不是诸葛亮写的《出师表》，而是岳飞。岳飞到南阳的时候，曾经在这里住宿过，当时呢，看了这个整个
武侯祠里面那种歌颂诸葛的这些碑刻以后啊，感慨万千啊，自己也写了一份出师表啊，前后出师表。那么这个是清代的碑刻了，被称为这个南阳的三宝之一啊。草书。再往后走就是三顾的这个草庐了啊。当时三顾茅庐的故事是中国古代礼贤下士的最典型的一个代表，被历代的这些帝王啊、读书人所尊崇。这就是诸葛草庐了。在这个草庐的内部，就有一个著名的碑，就是襄阳、南阳之争啊。这里面是作为南阳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，叫做汉诸葛孔明救庐的一个碑。在它的碑文的背面，详细记载了这个诸葛草庐啊，在这里面叫旧庐的详细的位置啊。包括它离南阳府衙有多远，甚至精确到了步数，所以说这作为南阳的一个证据吧，就说明在明代以前，这个诸葛的草庐就已经在这边了啊，这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证据。在大拜殿的侧面有一个三顾堂，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就是当时这个所谓的三顾茅庐，他们谈论古今、谈论时事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显得比较冷清了，不像襄阳的这个三顾堂那边还有一些表演啊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古装的表演，情景再现啊。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个建筑。再往前有一个日午魏吴的一牌匾，那么这是关张殿，那么目无魏吴啊，看错了，抱歉。意思就是说，在他们眼里面没有魏国和吴国呗，只有蜀国啊。可是真实的历史往往是残酷的啊，真实的历史是魏灭掉了吴，也灭掉了蜀啊。